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。这两种新型不孝正在兴起，很多年轻人不自知，父母就像是孩子的守护神。不管孩子到了哪个年龄阶段，做父母的仍然放心不下，会尽全力给予他爱和温暖。可是有时父母的爱给予的太多，往往会让孩子忘记成长，活得不独立。龙应台说，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，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，有些路啊，只能一个人走。人生路上，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都需要自我成长。如若父母对子女过于溺爱，那么子女便会停止成长，渐渐活成没有担当、不懂得感恩的人。如此，在父母老去时，他们也会没有能力赡养父母，反而还会消耗父母的精力和金钱。没有社会经验，子女活得不够独立，人生路上经历的风风雨雨，会让一个人不断从幼稚蜕变到成熟。乔斯坦·贾德说，独立与自由正是我们超脱自我的欲望与恶念的方法。父母舍不得放手，子女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。如果父母不能忍受孩子吃苦，他们会依然想要供养孩子的生活。即便子女已经成年，依然愿意承担孩子的开销的父母，无法让孩子体会到经济上的窘迫，并无法让孩子产生独立、实现自己梦想的欲望，甚至会因为舒适，逐渐觉得啃老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。没有社会经验、不独立的孩子，会对工作有强烈的抵触心理，而且从心底产生不自信的感觉，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。两种新型不孝，人生路上不吃些苦，受些累，很难看清现实，很难活得独立，而且自身的能力很难得到提升，很难担负起自身赡养父母的能力，也很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掌控。这两种新型不孝正在兴起，很多年轻人都在如此消耗父母。第一种，不努力，消费父母的养老钱。一口井如果过度取水，很容易干涸。父母的爱与金钱也是如此。许多不独立的子女没有独自闯荡的勇气，他会越来越习惯对父母的索取，甚至会所取得越来越多。父母若有着很强的赚钱能力，后半生有着丰厚的养老金，若没有太高的消费欲望，能基本满足子女在家吃喝玩乐的需求，那么子女会习惯这样的生活，一直躲在舒适区，不愿走出来。就像是《流金岁月》电视剧中的蒋南孙父亲，因为家庭富有，母亲的养老钱就像是小金库，所以他能够在家悠闲生活，即使家庭入不敷出，也还有房子可以变卖。可一个家庭里没有了赚钱的源头，消耗太大，也很容易一穷二白。不努力打拼的人，遇到困难自己无法解决，只习惯消耗父母的养老钱。其实作为父母，让子女努力去外面谋生，他们只会在前一段时间有各种不适和辛苦。只要提醒他们保护好自己和身体，孩子们总会很快可以独当一面。如若由着子女啃老、溺爱他们，一旦父母不再给予支持，那么孩子脱离社会太久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也都忘干净了，那么他如何生存下去，就成了一大难题。第二种，竞争压力大，啃父母的时间和精力。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，如果在适应社会时缺少一份成长的勇气，会越来越害怕竞争压力会压垮自己。更甚至还有一种新型不孝的方式，因为社会压力太大，不得不出去赚钱，让父母帮忙照顾与养自己的子女，消耗他们晚年的时间和精力。许多子女在结婚后却因为能力太低，扛不起一个家庭的重担。
没有钱养育子女，也没有时间照顾子女。为了生活，不得不努力去工作，将自己的父母请到家里，帮忙照顾孩子。其实，请父母帮忙照看孩子，并非一种不孝。不孝往往表现在父母为子女照顾孩子时，子女照顾得不好，看不到父母的付出，将父母视为保姆。下班回到家，对孩子不管不顾，也不帮忙做家务，家里所有的家务和照看孩子的重担，全部压在了父母的身上。父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，事事都要顾及子女的感受，而子女却听不到父母的心声，不能体会父母做出了多大的牺牲。父母会在本该为自己而活的日子里，继续压榨时间，为子女添砖加瓦。有时父母病了、累了，不但不给予关心，而且还觉得他们是累赘，让父母感受到没有利用价值时，就不被子女重视。真正的不孝，就是理所当然的啃父母的时间和精力，却不曾给予过他们关心和陪伴，不曾给予过他们快乐与幸福感。人生就像是一颗竹子，需要有屹立不倒的决心。当子女逐渐长大，作为父母就要学会放手，让他们更好的成长。而子女也要学会保持努力，自给自足，经受人生本该有的风雨，并且保持一颗向上的心，积极努力生活。子女能真正在社会上或学业上闯出一片天地，才不辜负父母的深情厚望。父母也会老去，要懂得父母的爱虽然无私，但做子女的也有义务，让他们过得更加幸福。即使竞争压力再大，子女们也不要把啃老当成常态，勇敢面对自己的生活，才会让未来充满希望。人生一世，有缘与父母成为一家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父母老去，子女也请努力，让他们活得体面，活得幸福。